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周日早上直播。然后今天我们跟土拨鼠札记一起来去回顾一下刚刚结束的星舰第四次发射。对，你也做一个简单的介绍。OK，好，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我是本来我想把这频道做成一个吃喝玩乐型的，结果没想到我根本就不会讲吃喝玩乐，还是得干起本行就讲航天吧，就这样。是，对。那么现在星舰第四飞，因为所有人都在说成功了，因为前几次呢，大家还在说，哎呀，成功了呀，失败了呀，到底是怎么样？大家还有争议。这一次等于就是一点争议都没有，所有人都在喊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那么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异呢？我觉得实际上就是说，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胜不骄，败不馁"嘛。实际上也对于这个星舰的这些发射也一样，前面的几次发射，从第一次到第三次的时候都在说失败，但是我就在说这个取得了很多很多成功，取得了很多经验，就很重要。就是说不能够以成功来论，这就是当时我的真实的想法，实际上就是这样。是，这次大家都说是成功了，但是我觉得嗯咱们应该看到的是不足，所以不是看一次成功还是一次失败，咱们主是，要是看它以后能不能发展。你要说这嗯次的成功，那没什么问题，就应该是所有实验目标都达成了，所以就是嗯，成功，但是也还有很多不足。是，了解。那我们是不是先看一下它的这个整个的发射过程？因为现在都在喊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们是不是先看一下？咱们先放一下，看一下它这次星舰的老范放一下那个动画那个视频，看一下它大概是怎么起飞，然后是个大概要经过一个什么过程，然后这里面应该关注什么等一下啊，？OK，就是火箭从德州的博卡奇卡的这个 Starbase 起飞，然后呢就是经历这个一二级分离，分离之后，然后超重，那这个关注点就来了，超重要落回到墨西哥湾的这个海面上，然后 OK，在海面进入海面之前呢，这个超重要做一次制动点火，以垂直的姿态落到海里头去，这就是对超重的最主要的要求。那对星舰的话，就是说，和超重分离之后，要求这个星舰飞船呢，在进入轨道，就是进入150公里到200公里这个轨道，然后进行无动力的滑翔，不能像三嗯飞那样的它的老发生滚转这类的现象，不能够有这个现象。然嗯后飞船再入大气层，再入大气层也不能像三飞那样的，就是说不停的在滚转，不能够让自己有防热瓦的那一面朝向嗯运动方向，这一块嗯最要做好。然后超重在最后在澳大利亚西北部的这个印度洋海面上呢，那个先是平拍似的往下落，到嗯，了接近海面的时候，要做一个 flap，就是翻转，把这个轴线由原来基本上平行于海平面调整成接近于垂直于海平面，然就后竖过来做一个对，然后做一个点火制动，然后啊，再落到海里，这就是这个落到这个印度洋里，这就是大概星舰四飞最重要的这几步，然后这次四飞都达成了。哦，就是他计划就是这么计划的，做也都做了。对，但是不能说是完美。好吧，那对，我们现在拿出 PPT 来。咱们往下，然后下面第一个就是往下一页，下一页就是刚才这个飞行过程。然后是，现在大家从这个时间是，就是说屏幕上看到的，就是我把这个几个主要的过程，就是说给它列了一张表，大家也可以对应着时间啊，起飞是，33台发动机点火，然后这儿嗯就出现一小问题，它这33台发动机点火之后呢，大概没有几秒钟，可能1、2秒钟、2、3秒钟，就有一台外圈就有一台发动机这个熄火了，这就起是，飞的时候，对。然后呢，就是就到了分离前，
那到2分46秒的时候，星舰的那个超级重型助推器，它底部是33台发动机，分3圈，外圈是20台，中圈是10台，内圈是3台。那么到2分46秒的时候，外圈的20台和中圈的10台发动机呢就依次关机，然后仅剩中间的这3台发动机。到了2分51秒的时候，那么超重就和飞船分离了。我这里面补充一句，就是说，在分离前，飞船上的6台发动机已经点火了，这是热分离啊，所以就已经点火了。然后呢，到了2分56秒的时候，这时候分离后的这个超重，它那外圈的20台就再也不点火了，但是它那个中圈的10台发动机就再次点火，准备进行一个空中翻转动作。待会儿我可以给大家出示个图，然后来看一下这个空中翻转动作是个什么样的啊，如果感兴趣的话。然后呢，到了这个翻转的过程呢，大概持续了将近1分钟。到3分47秒的时候呢，这个翻转就等于它靠10台发动机的这个翻转的这个基本上爬升快接近最高点了，10台发动机就关机，还剩3台。到3分55秒的时候，中心的那个内圈的那3台发动机也关机了。然后在4分09秒左右的时候，那么这个极间段就是这也算是这个星舰的这个4飞新加的啊，极间段就和这个这超重分离了，等于接近于最高点，等于就是说翻这个圈还没有完全翻过去的时候，把极间段先抛了，然后它这个超重再翻过来，它等于扔了一截。对，扔了，把它扔掉了。为什么扔掉？实际上是这样。待会儿我可能我可以给大家看个图，就是说3飞的时候没有这个动作，就是说程序里没有这个动作，但是因为它这个极间段比较重，实际上它飞的过程中的等于横向过载也比较大，把那极间段已经甩掉了，已经甩掉了，有这照片。所以的话，就是说它这次增加了这个动作，等于主动的把它抛下去。这样的话，从控制上来讲就更受控。要不然的话，你那个等于产生了一个突然的变量，受控的话就比较好办。然后超重就开始这个过圈，然后开始以这种平抛式的运动来下降。到了7分06秒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开始进行这个内圈，先是内圈3台发动机点火，然后中圈准备进行10台发动机点火，就是落入海面前的制动点火。但此时就发现中圈有1台发动机没有点火，这是第2个点了啊。然后呢，到了7分，就是说点火持续了大概10秒钟，到7分16秒的时候呢，中圈的10台发动机关机了。到了大约7分30秒的时候呢，内圈的3台发动机也关机了。然后大概在7分36秒的时候，这个就降落了。最后这个点火过程，老范那儿待会儿有个视频可以给大家放一下。对。然后这就等于到此为止，超重的工作就算完成了，就基本上算是就是成功了，超重就已经成功了。说不上圆满，但是成功了。下面咱们就看星舰的分离之后的星舰呢，实际上就分离的时候，咱们刚才说2分51秒的时候分离嘛，分离的时候那个星舰的飞船的发动机就已经点火了，那它就是开始就是动力飞行，飞到大概8分36秒的时候，那个飞船的6台发动机就关机，这个时候轨道高度大概是150公里左右，我记得。OK。然后呢，这个飞船继续就飞行，这个时候我们能看到飞船的飞行的这个轨迹就非常稳定，没有那种像3飞似的滚转现象。但是出了一个别的现象，是到12分24秒左右的时候呢，那个信号都没了。开始我们一看就传播的这个视频信号都没了，我们以为丢了呢。后来我才看到它这个右下角不是有它那发动机工作状态还有速度高度这些数据吗？我在看那些数据才一直都有，就说明遥测信号一直回来了，然后它那个视频的信号没有，那到底是 SpaceX 不想给咱们看，还是说是什么别的就不知道了。所以的话呢，就让它这么着飞吧。我开始那个担心，后来一看遥测信号在变，还算放心了点。后来到了大概36分56秒的时候呢，这个视频信号就回来了。然后我们就还可以看出来，就是
这个飞船的姿态是非常稳定的。这时候一直还都是在轨道上啊，它在轨道上，从遥测数据可以看，它最高飞到了200公里以上。然后到了45分钟左右的时候，对，到45分钟，从45分钟开始吧，到1小时05分钟的这个30秒左右呢，那个飞船就是进入一个那个空气制动阶段。待会儿咱们也可以看那视频，就是说它等于是飞船的运动和这个空气摩擦产生这种高温等离子体那个也挺好看的，这是一块儿。然后空气制动也算还可以，但是就是出的问题就是能够看到那个在位于飞船左侧的这个舵面的就是上方的那个舵面啊，它不是一上面下面，实际上上面那个是可以摆动的，那个叫舵面，下方的那个可能是固定的，我们一般叫翼面。那个舵面的舵根部，那么由于受到这个影响，就等离子流的影响，然后慢慢就烧得非常厉害，光都开始发白光，最后把这个舵面烧毁了。我们猜测现在，因为我们视频只能看到这个舵面，其他的估计情况差不多，同时能看到那个防热瓦往下剥落，这就是空气制动这块。然后我们以为就是说，因为它最后那个舵面等于它那蒙皮都烧掉了，只剩骨架了，但是从视频上还能看出来那骨架在摆。我们以为最后降落，它基本上就这么平拍到海里了，本来。但是没想到，就在即将进入海面的时候，它竟然依靠这个几乎完全烧掉蒙皮的这个舵面和翼面，把这飞船姿态又给拉起来了，就像我刚才说那个 flap 的空中就是那个转身翻身似的，把自己的轴线拉的和这个海平面垂直，但是可能它这个有点摇摇摆摆，做的不是很好，所以的话就是说等于拉到垂直。而且它把这个速度也已经降到了大概只有2公里每小时，从大概1000多公里降到2公里每小时。我当时的时候直播的时候，我可能还不敢做这个判断，但后来反复看这视频，我可以基本上确定，它最后的那个飞船的制动点火肯定也做到了，肯定也做到了。所以最后它就是这个大概最后大概就1小时05分钟06分钟的时候，最后降落到印度洋里。总的来讲，飞船的这个飞行过程也是成功的，然后但是也有不足，这就是大概整个的一个飞行过程，大概就是这样。了解。往后，这是它起飞的样子。对，这就是起飞的时候。然后这块的话，老范可以放一小段这视频吧，4101，就是看一下那个发动机点火，注意左下角那个圈啊，左下角这个圈就注意它那个发动机点火的时候，然后对，四飞那个文件夹的4101，对，稍等几秒钟，大概这个看点到火了吧？好，现在是全着的啊。注意，很快，注意少了一个，对，这就行了，老范。主要就是给大家看这段，就是这一段它的这个相当于就是有一个发动机就关机，然后这个发动机就再也没有那个什么过了，就是没点着过，对，就是回来他也没着过。回来后面就不再有这种不需要外圈发动机工作了。它这个星舰我多说一句啊。它的内圈、中圈的发动机点火装置是装在这个超重上的，就是这个星舰这超重。外圈那20台的点火装置，它为了减重是装在发射台上的，就是进一步减重了。所以这个内圈、外圈的发动机起飞之后，它一旦灭了，就再也点不了了。了解了解。这个他反正是把所有的重量算到极致了。对，我昨天在淘宝上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是什么呢？卖这个星舰的这个 T 恤，然后 T 恤上呢就是印着这一圈的发动机，然后有几个是亮的，有几个是灭的，还有他们卖这种杯子，就是第一次发射的时候不是有几个开的，有几个关的嘛，然后那开的是
填满圈的，然后没开的是填一个空圈的，然后在那卖披萨。我说现在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好的这个可以卖的东西啊。挺好啊，我觉得真的是挺好啊。反正就是你不是一直也在说吗？挣这粉丝的钱，是啊，对呀、对。那我们继续，下一张，对，这是二级分离。这个是二级分离前的那个点火，咱们可以也少看一下吧，几秒钟时间，就是好，没问题。4102那个视频。4102，等一下我找一下啊，4102，开。这实际上就是热分离的过程。看到那个右侧的这个发动机的变化了吗？看到了吧？注嗯。意左下角，不是，对不起，不是右侧，左下角的这个，对，左下角那个圈儿，注意再来一遍，注意左下角啊。啊，是剩仨了。好，OK，这就结束，咱们就行了。然后这3台发动机就不会关机了，内圈的3台，对。然后呢，那就紧接着来吧，咱们就下一张就应该是1、2级分离了，4103。4103，好的，等一下啊，4103，开。对，大家注意分离了，注意到了吗？那个右下角的这个视频，再来一遍啊，右下角的这块，看到了吧？超重和星舰的这个飞船，这已经完全解开了。对，他等于就是第一次尝试了一次这个冷分离，后边都是热分离。对。然后4104就是这个4104就是等于中圈的再点火了，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分离之后了，就是超重的这个分离之后中圈发动机。刚才的时候分离的时候是3台，就那内圈的3台。那么现在注意点着了，已经就这很短啊，大家注意看，对，还是左下角这个大圈，看左下角这大圈。很快，对。然后4105看一下那个极间段分离吧，这个咱们可能多看几遍，因为这是就等于这次新增项目嘛。等一下啊，这个不行，他说太短了，等会儿我研究一下。太短了。我要把它这个咱们前头加的这一堆视频把它都扔出去，然后再把这个文件挂进来。这个我估计够呛，这个不让放，太短了。啊，4105吗？对，4105太短了，它因为只有几百 K 嘛，他说这个是4105，行，4105是再关机，看4106，看4107吧，看4107吧。OK，没问题。看4107吧。4107。中圈发动机再点火，这放不了。看4107吧，看那个极间段的分离。注意，看到了吗？极间段离开了，飞走了。这是哪段？等于就是下边这段跟上面这段中间的一段给扔了。对，不是，上面就是星舰飞船了，这是超重的位于超重的顶部，就是原来接星舰飞船那段嘛。对，我看一下我这儿能不能共享视频，算了，待会儿吧。这就是等于相当于一个适配器，就下面这个圆柱是超重，然后呢上面这个圆柱是这个飞船，它就是中间这段。对，有一接环，把这接环扔了。把这接环扔了。OK，那咱们再往下，这个就该超重，就该往下落，该点火制动了。对，这是中圈发动机在点火，然后中圈发动机在关机。对，然后4107是这个抛这个什么嘛？抛极间段。4108嘛。 4108就是降落前的对制动点火了，大家注意，
对，重放一遍吧。等一下啊，我来找一下4108，等会儿啊，4108，开。 Grid fins on your left-hand screen, rotating and turning to guide the 我 booster. 忘把声音关掉了，你把声音关掉，忘关了。是。注意啊，先是3台中圈3台点着，这是已经要落入海面前的了。待会儿咱们可以看到最后的那个制动那个有第3人称视角的视频。是。这等于就是最后降落，再看一遍。等一下啊，这是大家已经开始欢呼了。对，这就是超重完成了这个降落，咱们可以再放一遍。对，大家注意，现在这个超重姿态基本上是斜的。哎，注意左下角发动机都点火了，缺了一台。对，注意这时候星舰的这个超重的姿态基本上是垂直的。好，这那个中圈10台灭火了，就剩中心的内圈的3台，马上要落入水面。落到水面的时候，看一下这个超重的姿态。你注意啊，现在超重的姿态是垂直的，它待会儿会变成水平，那时候就落到水里了，看到了吧？斜了，躺下了。OK， 对，就这个动作做出来，那就等于是基本就是成功了。如果的话，到时候大家可以再慢慢看。是最低的时候是降到9是吧？9公里每小时。9公里每小时。对，相当于是慢跑的速度。对，所以就是它最后是基本上还是能夹住了。对，这个速度就已经差不多了，而且这是第一次嘛，它后面的话它肯定会做得更好。是。对，有些人说这个马斯克事后说飞船落地偏差了6公里。这个事情现在也不是最关注的一点，这不是现在最关注的，因为它现在是扔海里了嘛，你以后要落回地上，你还是得估计应该是在几百米范围内晃荡吧，或者可能几十米。不是，如果你要是落到塔上的话，那就是几米的范围内了。几米，对，几米的范围内。但是这不是关键点，这不是现在的关键点。现在能实现这个，那个相对来讲很好实现。最简单的，你看猎鹰9落回来都没问题。是。所以的话，那不重要，那真的不重要。OK。来。好，咱们看飞船，先看段我看看啊，咱们先看段飞船的，那个什么吧，看个4201分离后的飞船的动力爬升吧。不用看完，就是简单的一小段就完了。咱们对抓紧点时间。对，你看，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这个飞行姿态是非常非常稳的。所以的话，这就比3飞的时候要强多了。待会儿要有时间，咱们可以看看这个3飞的这个就对比就很明显。然后咱们再看一下这个4203飞船刚刚进入大气层的时候，这个场面也很好看。然后呢，飞行姿态也很稳。03，对。看到注意了吧？那个已经开始在飞船的那个黑色的那一部分已经开始红了。然后它等于是底下这面是有防隔热瓦的，上面这面没有是吧？对，它黑的这面就是有防热瓦的。你看到白的颜色或者是不锈钢的那种颜色的，那就是没贴防热瓦的。然后我在这儿再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包括超重啊，有的时候是不锈钢颜色的，有的时候是白色的。然后这飞船也是，有的时候它一半是黑的都不变啊，一半是这个另一半是白色或者不锈钢色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开始我也没搞明白，后来我有一次看它加注，我才明白，它等于是推进剂是低温推进剂，加注进去以后，那个不锈钢那表面就开始结霜了，然后就变白了。是，对。行，这个视频咱们就看到这儿，没必要再往下看了。就是给大家大概一个那个什么，就
印象就行了。下面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飞船落入海面前的最后，它还要就是说等于到还不到那时候，就是说等于飞船是在这个叫做什么呀？高度在降低，然后呢大气层比较稠密，然后这个烧蚀现象就会开始严重了，就开始烧了。严重，对。然后咱们看一下这个，花点时间来看一下这个吧，就是4204 OK 这一块儿，咱们稍稍的时间稍微长一点来看这个。4204，大家注意啊，看这个烧蚀，这是整个这烧的是非常恐怖。老范能快进吗？稍微快进一点，这个过程可能会相对比较长。注意啊，舵根部，注意这个舵根部，根部看到了吗？那明亮最亮的那部分，那部分是一个热集中区，也是一个气流的稳流的流体的集中区。你看蒙皮已经有一部分烧掉了，然后能看到有这个防热瓦从上面掉下来，看到了吧？刚刚，哦，对，再往下掉东西。对，有这个你再看蒙皮烧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它蒙皮是什么材料啊？不锈钢。不锈钢的，它等于把整个把不锈钢给烧化掉了。不锈钢的耐热其实是挺好的，你还记得别联科那米格25就是不锈钢吗？当时美国人就一直没想明白，说你的飞机怎么能飞这么快？我们的飞机这铝合金早就软塌塌了。实际上后来没想到，人家那个老毛子用不锈钢做飞机。是。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摄像头都被那个烧蚀物给糊着了，对。但是咱们隐隐的还能够看到，那个东西在动，可以稍稍再快一点，对，然后能隐隐的看到，看到了吗？现在隐，这已经是比较模糊了。对，但是还是那样的，能够看到它最后的这个往后动。注意看到了吗？它在动。看到了吗？注意仔细看啊，这个舵面还是在动，在摆，上下摆，就是咱们的叫做左上右下的这么着在摆动。所以实际上就是说，我现在的感觉就是说，它可能这个摆的比较明显了，看到了吧？对，这个摆的比较明显了，就是说实际上它是这样的，它那个骨架还在，但是呢，那个蒙皮可能被烧掉了很大一部分。所以就是说，就没想到。然后咱们现在再注意一下，就是右下面这一处这个仪表数据旁边，就是 t 加1小时04分这旁边，这就是显示飞船姿态的，它是水平的。注意这个，记住的，它现在还是水平的。对。行，咱们看完吧，大概没有几秒钟了。对，它这个4公里是高度吗？高度。现在的高度是4公里，它的速度是400多公里。是。对，结束了。行，好，那咱们马上看最后这个最精彩的飞船的4205吧。4205 ，OK， 等会儿啊，这就是没事，稍等一下，把这个先停一下，就是说咱们看到对，咱们摄像头对的这个舵面就应该我现在红框里这个舵面就标的，但是它还有仨呢，我估计状况差不多。它是不是有一些舵面是加了隔热瓦的？它都加了，它都加了隔热瓦了，不是没加。我怎么看这个舵面是白的，另外一个舵面是黑的呢？不是，那是角度的问题啊，角度的问题，都加了。但是它都是一个方向加啊，另一面没加。这玩意儿是为了省钱，为了省重量，我估计主要是省重量。到头了。对，省重量可能更重要，钱都是省着。它这个材料叫做 Tough Rock。下一个放哪个？咱们最后一个4205呗，就是看最后的最精彩的那个翻转的点火。
对，大家仔细看，注意飞船姿态，太快了，路竖起来了，立起来了，注意到了吧？立起来了。虽然最右边就是最右下角那发动机我们没看到点火，再看一遍啊。最后是到倒下，然后它应该是最低的时候到2公里。对，老范再放一遍，再来一次。大家注意啊，这飞船的注意它这姿态，慢慢再立，你也能看到那舵面在摆，是，对吧？是，等于立起来了。虽然晃晃悠悠，但是立起来了。用体操上的话说，就是所有规定动作我都做了，尽管做的不漂亮，我也站地上了，对，我都做到了。是。对，现在你看这速度，现在它等于最低的时候是先2吧？对，它等于就是2。它等于是说制动的那个发动机啊，相当于它制动了以后降到2了。然后它的发动机就关机了，关机之后，所以它又从2又增加起来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最后倒下来的时候到10。对，等于落海的时候是10，但是它在空中停的那时候，那其实是2。然后倒下到10。对，差不离，这就是整个的一个这个星舰4飞的过程。对，好，让我们回到我们的 PPT 里去。他这一次，因为我们关注到的，就是这甭管是超重也好，还是星舰也好，它都用的叫溅落，就是我给它扔海里了。就是最后该做的动作都做完了，反正我最后扔海里完事儿了。那这样的东西，比如说我扔地上，是不是它这个场地就废了？你没必要扔在地上。最早的009也都是扔海里的。等到你把这些，就是相当于你把这相当于是什么呀？就是说你比方说做那些，比如啊，就是说杂技啊什么的，那些空中动作好多的，它地下要放个垫子，对吧？放个大气垫。等到你做好熟练了以后，你真行了，那你就可以把气垫撤了，就可以开始表演了。这不是一个概念吗？我现在先让你落海，然后等你的姿态都做好了以后，我再让你往地上落，这是一个思路。非常棒。那我们再往后，这是溅落，就是基本上调对了位置了。对。行，我们来看下面就高兴完了。对，反正我干技术的，我向来都是这种态度，别高兴太早，一大堆问题。第一个就是刚才我反复强调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事儿，就2速发动机的。实际上，发动机的问题啊，从星舰首飞到现在一直就没解决。首飞的时候离开发射台就3台没点火，中间最多6台。这个是首飞。2飞的时候，这个超重和飞船分离之后，做超重的再次点火就没成功。超重的再次点火，所以这个超重最后就在空中就炸了嘛，再次点火就没成功。3飞的时候，那么超重最后的制动不行。4飞虽然制动行了，但发动机这个问题还存在，所以星舰必须得好好的去解决发动机这个不工作的问题。当然，发动机不工作问题不一定出在发动机上，它有可能是发动机，也有可能是燃料供给系统，还可能是贮箱结构设计，还有可能是控制系统，还有其他的。我只列了最简单的，他们慢慢去找去吧。第二，我们只能看到结果。对，我只能看到结果，我不是你的技术人员，你要请我给你工作，我给你仔细分析去。第二就是飞船的这个，刚才咱们也看到那个热防护这一块，实际上它等于是什么呀？热防护这一块，它那种材料，就热防护材料，实际上应该不错的，Tough Rock，航天飞机啊什么的都在用，而且呢，那星舰现在应该用的是升级版的，这是第一个事儿啊。它的这个最高使用温度可以到1700多度，这是第二事儿。然后，而且热防护实际上是这样的，它等于是一种有几种
那么一种呢，咱们经常用的是一种热烧石材料，就是说等于高温的时候，然后它烧，然后会把它的这个烧掉，表面会烧掉，但是另一就是内层就没事儿，就是让它烧掉，通过这个上面的物质来气化，然后来这个降温，能量吸走，后面降温，对，这是一种。但是 Tough Rock 不是 ，Tough Rock 就是硬扛，Tough Rock 就是硬扛。所以它这个主要的这些位置没问题，普通的面，但是在像这种就是说舵面、翼面的这些根部那些气流集中，然后这个热影响集中区是不是行，他们得好好的去分析一下。所以的话就是材料，包括这个厚度，然后包括咱们看到它有脱落的那些现象，你那个什么烧透了，你不应该脱落呀。你固定方式可能也有问题。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它最后载入的时候，飞行会不会通过飞行姿态的调整，能够使它变得更好一些？这个不太清楚。当然，还是那句话，它可能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但是让他得去努力去找。这是两个最主要的问题。然后其他的小问题的话，就先不说了，不限于时间。对，他不可能说我去调整这个样子，然后让它这个热集中的地方分散一些，这是不可能的，就是它就这样了。它可以调整一下它的这个翼根部的那块的曲率，那个弯曲半径，那就会降低一些。对啊，它按道理说应该是让它这个稍微的均匀一点，不能更圆滑一些。做人呀，做船圆滑一点，飞行器圆滑一点好啊，跟做人一样。是。好，那我们继续。今年还得且飞呢，这是4飞了，然后后边5飞、6飞、7飞。这个马斯克宣称，他说今年要飞6次。那今年从派 day 3月4号到这个6月6号，他飞了2次。按马斯克说的，应该还有3次。但我觉得呢，他像这次那个首飞到2飞，大概用了7个月时间，对吧？就是23年的这个4月20号到11月18号嘛，大概7个月时间。然后2飞到3飞的话，是从11月18号到这个3月14号，大概就是用了相当于是4个月时间。这次是2个月20天，后面的时间会缩短一点，越来越密集。2个月，对，越来越密集一点。但是我觉得可能再飞4次可能性不是100%吧，可能70%、80%。我觉得更可能的是今年飞3次，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我想的，它是这个星舰的第5飞，也就今年第3飞的时候，超重现在不是已经做的差不多了吗？那它可能做一个小的海上平台什么的，或者是模拟发射台来，或者叫仿真发射台，应该没法放海上吧？可能还是得扔回陆地上，因为它超重底下没支架，你搁海上它立不住啊。它应该可以布置一个小支架。咱们到时候仔细看超重的那个飞船上，它实际上有4个棱，那4个棱的顶部，我现在知道是干什么的。那4个棱的顶部是用来装星链的卫星天线的。那卫星天线顶装的卫星天线装在那4个棱的顶上，下面的话它可以藏4个这个小支腿，但是它没有像猎鹰9，大家看猎鹰9那火箭的时候，它那支腿是这么着打开的，所以的话，它那个等于那支腿的那个跨距非常大，它的这个等于触地面积实际上是非常大的，所以它的稳定性非常好。但是超重的话，那种落法的话呢，它可能落下就有可能躺下，但是躺也不重要，躺下那也是以后解决，因为以后也用不到，所以的话，就是说它可能会做一个发射台模拟的这个落，但是呢，有朋友在我的这个视频里当时就说啊，就是说告诉我说，这个马斯克在推特上发文了。发帖了，说的我5飞就准备用筷子收，这设想就有点让我有点震惊。是，但因为其实我们也能想到，就是它落海上呢，你就可以这个其实具体落在哪个地方就不重要了，它可以把所有的燃料烧干净完事儿，然后往海里一丢。
你要想落地上的话，它可能最后还是要留下一些燃料来找位置。对，它实际上我待会儿再说，我先把跟那个说完啊，就是说，这就实在是太震惊了。那个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是因为现在星舰还是只有这一个发射台。它如果要是说出了什么事故，实际上那个超重毁了我倒无所谓，你把那个发射台毁了，把那筷子毁了，你星舰后面没法发射了。但我觉得重新造一次发射台还是挺快的，因为它第一次弄完了以后，实际上就把那个发射台烧得很厉害嘛。对，不是发射台，是它那个塔，就是咱们现在在屏幕上看到底下那部分嘛。对，上面这旁边不是底下的，旁边的这部分是现在是这个塔很重要。他们现在倒也在建，它什么时候能建成我不知道，应该也不会太长。但是我还是觉得马斯克他如果第二个塔建成了，第二个塔和发射台建成了，那可能还好。要是没建成，你这有可能造成后面的这个影响后面的发射呀。但是还是这么说啊，我是一个搞航天的，就是我基本上还是传统思路，马斯克这思路我有的时候跟不上。对。这个就跟前2天那个杨乐川怼那马斯克似的，说你这个上来就是说明年就 AGI 了，这玩意儿咋弄啊？所以的话，反正就是说你就把我这个想法当成最保守的想法，然后把马斯克的这个当成，然后最后可能实现一个过程中的想法就行了。是。这五飞这第一个最重要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三飞的时候，当时想做一下那个飞船上的发动机的在轨再点火，但是呢，由于这个当时三飞的时候飞船姿态不稳定，所以呢就没有做。这次四飞的时候呢，后来呢，那个 SpaceX 公司实际上是发现，就是说三飞当时不稳定，是因为它那个资控的这个阀堵了。所以的话呢，他后来为了防止这资控阀堵就造成它滚转，增加了一个等于备份设备，就增加了几个资控的这个控制滚转的喷管。这个滚转喷管落实在了S30 Ship 30上，就是30号飞船。而这次四飞的时候是 Ship 29号飞船，所以还没装这个新的这备份设备，所以四飞的时候没有安排这个实验，就发动机在轨再点火。当然 SpaceX 在推特上说我们不需要就可以让它载入，但是这个功能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测试。它只不过是那么说而已。我估计五飞的时候要再做一下这个事儿。然后就是五飞的时候，这个飞船这块做好热防护，做海上的这个回收的这个模拟。这有五飞。然后今年的六飞的时候，筷子回收，然后飞船就也是在仿真的一个台子上回收。对，落个平台，海上平台就行。飞船底下有小腿儿，底下有折叠式的小腿儿。然后的话，我六飞的时候有可能会开始带模拟载荷，配重上去。对，然后到七飞的时候就再试一下模拟载荷，让飞船也可以开始试筷子回收。这就是大概，我觉得今年能把这几个做完就挺不错的。如果六飞能够把这个超重筷子回收了，七飞就可以把这个再拿回来再使一次了。从回收到重复使用，可能还存在，还要有一点差距，还要再折腾一下，对，还要回收到复用，还是有一点点差距。它不像猎鹰似的19手、20手什么这样的。猎鹰最开始的时候回收的也没复用啊，最早的时候回收的，它只是试验了回收，然后它到回收到复用还是要有一点过程。咱们再往下。这是一个动画，实际上就是这个就没必要看了，就是超重的筷子回收。待会儿有时间看的时候，咱们再看放动画吧。下面这是飞船载入的，对，飞船降落的。有时间的话可以看一下，要不然咱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还是挺好看的。在这个动画，我看看啊，动画资料那个视频那个文件夹。然后是这个飞船返回落海面。飞船返回落海面。
它是有仨翼面吗？我怎么看着就像俩呀？不是啊，不是仨翼面，这叠起来了呀，四个面啊。你看它这个四个面啊，底部四个面，四个面。对，它实际上是大概是飞船落海的时候，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嗯，对，行。然后老范，我刚才漏了给大家看一个视频吧，哪咱们要不个？然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四飞资料那个文件夹里有个4109，刚才肯定是漏了这个视频，我忘了，不好意思。这是第三人称视角，4109没有4109，只有4108，4108有俩。我后来给你发了一个微信里的。这个。看一下4109，这是以第三人称视角看到的星舰真正超重着陆的时候，落到海上，这个实现这个制动的这个场面，这就等于是从船上拍的。它边上还是有个船。肯定有船啊，我肯定能够算到它这个大概的位置。是，只不过是具体离但我觉得多近的事儿。坐这个船得多给点这个保险费。那当然了，你得给大价钱，万一砸着了呢？这个是这就是当时的现场，6号当天等于他落下来的时候，旁边的船给他拍下来的。所以这个画面一定要请大家看一下。然后看不清楚，我的频道上也有，我把这25秒钟很短，大家好可以去看看。行，咱们回到 PPT 吧。好的。就2024。差不离就是不是这海面降落，这个就也已经过了，然后往下就看看2025的话呢，我觉得差不离明年就可以开始试着发星链卫星了，就可以商业应用了。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应该叫发射这个比较着急的，就是发射星舰游船试飞，带着推进剂上去，就载荷是中间可以加油了。对，然后进行在轨的推进剂这个加注，而且这些东西有可能要在明年的上半年就要完成，明年下半年试验这个无人的月球着陆飞船，然后这个无人的月球着陆飞船在发射进入近地轨道之后，要用油船给它进行推进剂补充，然后它才能飞过去。这就是明年它就正儿八经可以开始挣钱了。对，如果你要先拿自己的星链来试吧。是，因为它现在已经基本上90%几的发射载荷全是它了嘛。对。但是星链是这样啊，我就反复在说，星链的现在的星链2.0 mini 版的一个大概是700公斤重。它原来的就是2.0以前的什么0.9、1.0、1.5，那重量都不到300公斤，所以一个009能打60个、50几个。然后现在的这个700公斤了，它只能打22个、23个。如果要正式版的星链2.0卫星是1250公斤重，那它只能打10几个009。所以马斯克现在急着赶紧让这个星舰就给它打星链卫星。如果用星舰的来打卫星，尽管星舰最开始他们宣称能有150吨，就1、2级都重复使用的话，能有150吨的基地载荷。现在我发现它这个数据稍微降了点，他说是100吨，100吨也无所谓啊。要是这个1250公斤的话，你也能打个70、80颗呢，对吧？所以用它来建网，建这个星链卫星网会便宜得多。是。继续。这是后年了。对，2026到30了，我就直接把它等于后面就按5年规划来走。然后的话，2026年应该是要进行这个2026到2030应该是2次真实的载人月球着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应该在这段期间的话，它基本上就应该慢慢能取代这个009号。第三个就是说它的这个推进剂的这个补充的这个飞船，可能慢慢的会给美国，最少是给美国其他的这些好多的这个航天器进行推进剂补充。OK。
然后再往下就是说，将来的这个国际商业空间站这个货运，包括现在的国际空间站的货运，将来肯定也大部分都是星舰来带。然后我估计在这段期间内，这个马斯克可能还会向火星发射这个无人探测飞船了。但火星我估计就是扔过去也得跑个很长时间吧，得跑个上年了吧？7个月，但关键它只有2次发射机会，大概只有2个窗口，只有2个窗口。这个期间是现在的空间站是不是都是国际空间站了？就是自己好像就费点，咱们是自己的吧，天宫什么的。对，现在全球只有国际空间站和天宫这样2个空间站。就中国永远是咱们自己玩自己的。对，遥遥领先。遥遥领先，对。这次那个就是波音的那个上去，是不是也是很费劲啊？不是一般的费劲。它首先是原打算北京时间啊，咱们都按北京时间5月7号发射。结果的话，后来就是那个ULA 联合发射联盟的这个叫做阿特拉斯5这个宇宙神5火箭的2级，它叫半人马座上面级，上面的液氧的那个柱箱上面的一个安全阀有那个嗡鸣声。然后因为这次是真实载人的，所以的话，当时出于安全性的角度考虑，ULA 决定更换这个阀。那当时就等于原来装好的火箭，就1级2级对好了，把飞船也落上去了，宇航员也上去了，然后就一个一个拆下来，宇航员下来，然后飞船拆下来，然后1、2级分开，然后给这半人马座火箭这个上面级换阀。换完阀以后，这个 Starliner 星际航线这个飞船，又发现了有氦气泄漏，记住氦气泄漏。然后呢，就又处理，最后拖到这个想6月1号发射。6月1号发射的是当天呢，结果执行到-3分50秒的时候，它的那个发射支持系统的这个自动程序里面有3个这个备份电源，有1个有问题，因为是载人的，所以那发射程序自动终止了。结果拖到6月5号发射。6月5号发射倒是发射了。上去之后呢，发现氦气继续泄漏。OK， 没弄好就。然后，飞船有4个 RCS， 就姿态控制系统的这个装置，有2个不能用。然后宇航员手动控制飞船，第一次和空间站对接失败了。然后第2次和空间站对接，然后才成功。是，好吧。现在我不知道到时候宇航员回来的时候他们怎么想，再看吧，因为没公布信息，关键是这个波音也没有，这个 NASA 也没有。那他等于就是把这东西扔上去了，现在他等于上去那个飞船他应该就不要了，宇航员在上面待着就完了。飞船上去了，按原计划，那个宇航员要在1周之后再坐这个飞船回到地面啊。我天，这个有点吓人。不，你是载人飞船，载人穿梭飞船，你肯定得是坐着它上去，坐着它回来，你才证明你是。那他是上去的人跟回来的人是一拨人是吧？因为原来不说那个美国有几个航天员在那个国际空间站上，然后该接了，然后俄罗斯没派飞船没派火箭去接他们吗？他是这样，老范。如果你现在飞船是正式产品了，就像龙2飞船那样的，已经就是正式化了、定型了，或者我们讲，那你等于就没问题，你坐这个回去。你现在没定型，这飞船就你那俩宇航员会玩别人不会玩。对呀。OK， 那他这个是。他回来肯定还得是这俩宇航员来，他们是专门训练的，其他宇航员没受这种专门训练。好吧，看来电影里头经常演什么我们去做谁谁谁的那个什么回去，这个都是电影哈。对，除非紧急情况，你要逃生那没办法，是吧？那就一切都甭管那么多了。对呀，你又不是逃生，不会的。是。好，我们继续。哇，这是猎鹰9的历史。
对，下面我主要给大家看这个，主要其实是想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老师在问这个星舰会怎么样的这个发展啊什么的。实际上，咱们看一下009，用009就能大概的估计星舰未来会怎么样。首先呢，就是说009号到现在啊，就到昨天吧，前天，总共进行了344次发射，301次回收，275次重复使用。009号呢，它这个实际上是个系列火箭，它包括009 1.0版、1.1版、1.2版，也叫全推力版。然后这个1.3版也叫做这个叫做什么1.3啊，对1.2版1.3版，也就是一个相当于也叫 Block 4，是一个过渡型号。然后呢，还现在服役的是 Block 5，大概是这样。然后它1.0版呢是2010年6月份首飞的，总共呢进行了5次飞行实验，其中有1次是部分成功。然后呢，它这个当时的发动机布局和现在的就是底下1级的发动机布局还不太一样，它当时是用9宫格布局，现在是中心一个点一个圈，然后外面是8个转一个圆圈，这是这么一个。1.0版的，然后它是不可重复使用的，那时候还不能重复使用的。到了1.1版呢，总共进行了15次飞行实验，其中有1次爆炸了，失败了。然后呢，它等于这个1.1版是第一次用现在的这种发动机布局，就是中间一个，然后周围一圈8个。这也是不重复使用的。然后到了它的这个全推力版，就 F 也叫009的这个1.2版，也叫 FT 版的时候呢，它首飞是2015年12月份，总共进行了25次飞行，然后呢，其中有1次是失败的。它的到了这个等于全推力版，就1.2版的时候，才真正009号开始实现了，先实现海上回收，然后是陆上回收，然后才实现，最后才实现这个1级复用。它是一旦实现了这个1级复用之后，那么马上就进入了一个过渡型的，就是叫做 Block 4。Block 4这个呢，它是2017年8月份首飞，它呢总共呢只进行了这个12次发射，这12次发射是只用了7枚火箭，只用了7个1级，等于就是每个1级打了2次。它最后的一个1级打了1次，每个1级打了2次，等于这时候的火箭的重复使用次数还都是1次，只能重复用1次。这就是 Block 4，它是一个过渡。然后到现在咱们用的实际上是叫做 Block 5，Block 5，它的首飞是2018年5月份，然后到现在为止，它总共进行了这个287次发射，但实际上只用了27个1级火箭。基本上都10次往上了呗。对，然后呢，它总共进行过这27个火箭的287次发射，总共做到了295次回收。为什么会多？因为有那个重型猎鹰，重型猎鹰是3个1级，有的时候是3个1级。然后这个295次回收中有291次是回收成功的。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的话，就是说，从从这个 Block 3或者说1.2版的2017年这个真正的开始复用，或者说它回收复用到现在，最多咱们算2016年吧，2016年开始回收，然后呢到现在呢大概是8年时间就发展到现在。所以星舰最长大概也就是用这么8年的时间，到现在是2024。那么咱们到2030、2032年左右的时候，差不多就是现在这个状态，就是现在009的最少能达到。一定比这快，一定比这快。就是以马斯克的性格，没准大概再过个2、3年就已经达到现在这种状态了，因为他其实好多坑在前面已经填过了嘛。行，好，你是那个什么的老板型的，我是技术型的，肯定比我们这个更乐观，这是一定的。我是技术型的，所以我愿意说的保守一点。是，因为马斯克需要融资的嘛，他这个需要不停的去找人找钱嘛。对，
但是就是说，反正就是说我给大家看这个，实际上也就是增强一下大家信心，真的就是说属于未来可期啊。就是也换句话说，就是2034年、2035年的时候，老范咱俩可能真的就可以去买张票，坐着这个火箭，坐着星舰近地轨道玩一圈了。我觉得咱们还是能够在下头鼓个掌看一看就可以了。到那时候咱俩都不年轻了，对吧？10年以后80多岁还能够上进太空，是，咱俩想想，光上去那保险费多少钱吧？OK， 那最然后后就是我2031年到35年，我估计到时候差别就是近地轨道旅游啊，什么火星卫星网络呀，然后月球穿梭飞船、地球穿梭飞船什么这些就全来了。所以是。但我觉得这中间少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它一定会有一个巨大的空间站，或者说有一堆巨大的空间站去囤东西，因为现在肯定是你从地上把这东西扔上去是很费劲的，所以甭管是去月球、去火星、去任何地方，它都应该是在近地轨道上找一个地方去囤东西，甭管囤油也好，囤各种东西也好，它应该是把这东西囤在上面。现在等于这个东西是没有的。肯定是啊，那个国际商业空间站基本上就是这个概念啊，而且国际商业空间站上会有太空旅馆，它那个旅馆的话，现在的设计是有很多舱，可能都是那什么的，就是充气帐篷似的，就是直接等于小小的在地面上，到了里面以后，到了太空以后，叭一充气，鼓一个好大的，到时候咱们可能就等于是去太空住太空旅馆，就是住的这种充气帐篷。是这个，就是应该是中间可能在2030年前后是需要去整一个巨大的这种国际商业空间站，或者可能要整一堆这个东西。它是这样，国际商业空间站到时候咱们看的话，应该首先是一个基本框架，就是相当于咱们打那个钢筋把那些先立好放在那儿，然后就往上挂模块化的。你那些公司，然后就可以有的公司，你比方说发电力系统上去，发一大堆的太阳能电池板和这个电源上去，然后有的公司就放这种各种各样的舱，比如这种居住舱啊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些货舱啊，还有一些马斯克到时候再放几个这个推进剂罐什么的，对，游船它得往上挂呀。对，然后再把这个再给它挂几台发动机，等于就是这么着堆积木堆出来。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期，特别是看完了《星舰》这4飞以后，的确有点兴奋。实际上我是最兴奋的，只不过我得表现的不兴奋而已。是，对这个，因为我现在看到说，很多人也在讲说这个东西，现在发射1公斤是$200，对吧？大家都在想说这东西啥时候能取代快递，跨州快递。现在跨州快递的成本大概是1公斤$10，14吧，最近，因为最近涨了。那不是还远着呢吗？没，这个马斯克不已经吹了牛了吗？说这个未来可以降到这个1公斤$10啊。对，但是它是他这儿的，然后你还得算，因为它是相当于发射场到着陆场嘛，对吧？对。你还得算其他的成本，而且它那个必须得建立在它航班化发展的，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准备时间，我估计你像它现在推进剂加注最少就得要1个小时了，将近1个小时嘛，所以这些的事儿，这个只有将来真的是常态化发射、航班化发射的时候才有可能。这个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等说这个马斯克你啥时候航班化发射，就是他真的能够降到$10了。那估计就一堆的快递就堆在门口等他了。对，你如果能降的，你能够把那个成本降到那儿，我估计别$10，你就算是$50也一堆等在那儿，有的是急件呢，有的是因为它快啊。对，有的咱们正常拿飞机把东西从中国运到美国得10几个小时啊。对，是他我估计10分钟就到了。不止。20分钟。差不离是这样的，那个因为你发射入轨那个时间还是挺长的，你看咱们这个4飞的时候，从发射到它最后的那个发动机关机大概用了8分钟，
然后的话，它绕地球一圈的时间大概是90分钟，那咱们取一半，就是45分钟，就8分钟加45分钟，然后再入这还要再要一段时间，所以总的时间应该是在1个多小时、1个半小时吧。1个小时，那行，1个小时咱可以把这个快递从上海发到旧金山，这玩意儿也很开心啊。对对，是可以上海到纽约，比旧金山还远点还远点，对啊。股价也不见涨 ，SpaceX 没上市呢。看看评论，现在上市的只有特斯拉。看看评论吧，我这儿看不到我的这儿，就是说我从这个界面看不到评论。应该可以吧？那我们从哪里开始看？因为我们从后面一点吧，我挑一挑啊，从前面找一找。这个大家都说什么终于赶上直播了，我们就不说了。这个这儿啊，马斯克接受采访时说，太空飞行阶段没信号是和 Starlink 配合问题，下次会调整。也是有可能的。不，我觉得啊，这个话马斯克这么说，然后信不信在我。是。对，我觉得更大的可能还是他做了一些实验，不想让我们知道。也有可能吧。对。马斯克说外部摄像头的问题啊，这个我觉得可能性更大一点。但是没有啊，那后来摄像头怎么又好了呢？是，有人夸你了，说你这个后来居上，粉丝已经超过他了。这是在加拿大的兄弟啊，的兄弟，非常感谢。是。马斯克说，中间一段的内部摄像机是有信号的，只是给观众看的外部没信号了。好吧，没事，咱们不用太纠结他的那个。是。对，这个是中间的着陆点偏了6公里。实际上还是刚才我就说了嘛，这次的话，人家关注根本就不用去找他的，太关注他的着陆是不是很准，这个不重要，真的这次不重要。以后星舰发射是不是需要 FAA 审核通过？不需要，不可能每次都需要，只不过 FAA 因为你现在越来越成功 ，FAA 的这个审批会越来越容易通过。对，这一定是的。会不会没有直播信号那段他们偷偷干点啥？那就不知道了。对，我是这个猜测，要我肯定这么干。对，中间整了点什么事儿。对，偏离6公里，是这个星舰偏离6公里，这个超重没偏。是这样吗？我没太关注，最近这个太忙了，马斯克的那个推特还一直都没时间看呢。是。马斯克最近前一段时间还在跟杨乐川吵架呢，没注意，你一嘴我一嘴的。超级大宝贝，好啊，谢谢。是这样的，我也觉得是个超级大宝贝儿。是第3人称，刚才我们也看了。对，是一个大号的猎鹰9号。大号猎鹰9一级。Starship 怎么在火星降落呢？靠着陆站，我估计火星应该会有火星着陆器，是不应该是把 Starship 直接扔上去？它现在 Starship 是有可能是老范你说的，有可能是在做个火星着陆器，但它是Starship 里面现在的飞船里，它原来的那些各种试验飞船里有内置着陆腿的，它等于是向内折叠，然后啪叽这么打开的内置着陆腿，就是这样吧，原来这么叠着。等于原来是这么叠着的，然后啪这么打开。OK。但是这种我觉得像 Starship 这么重的东西，你把它扔火星上，重新再把它喷起来，这个还是挺费劲的，还不如说专门做一个小的。火星的引力只有地球的38%。以他们这么精巧计算来说不好说。我给你打断你一下啊。它的现在的飞船的发动机的就那6台发动机的推力是完全足够的。就是如果我们把一个飞船扔地上，然后让它从地面上飞起来，它也能飞得起来的。放在地球上不行，放在火星上可以。放在地球上有点困难，放在火星上没问题。
一直有个问题啊，这个 Starship 测试为什么每一次都是整尺寸测试？这什么意思？他是说的是大概为什么都是，不做缩比，或者说是为什么不单独是？实际上我这么说啊，缩比的我估计 SpaceX 公司肯定应该也做过，最少做过仿真。另外，它也单独的飞船和这个就是说这超重也都单独飞过，这第二事。所以呢，就是说基本上应该是咱们看到的，应该是就是等于就是相当于就是快成品的那种东西，就是重大测试或者大里程碑测试，我们看的都是大里程碑测试。对。然后这里面再跟大家告诉大家一个比较好的消息是，大概在5月8号吧，还是5月几号？反正5月是上旬，30号飞船已经做了静态点火实验了，所以，下面的5飞真的是可期。是。其实用支架也可以，这个，但支架这个事儿怎么说呀？就是你还得装支架，而且你装了支架以后，估计整个它那个舰体的结构也得有这个支撑结构才行。应该是进行一些局部加强嘛，我觉得进行局部补焊应该是可以能够实现的，就是再说重一些呗。对，稍微再重一些，然后飞行参数稍微再调一下，这个应该能够做到。看他们最后的打算怎么发展。是，也逐个的引擎测试，这个应该都做过。每个引擎出厂之前都要测试。直播是的，我们是在做直播。星舰也可以放着着陆器，是可以放地。对，星舰现在实际上它就有一个内置的小的支持3。地面不平不就危险了？实际上是这意思。咱们现在做的这些星舰啊，这些的飞船或者超重，落到地面上的话呢，它能够落下去就行。它落下去以后是不是倒了，这个无所谓，真的是无所谓。咱们现在还没走到那一步呢。就像你比方说跳马，然后你一个体操运动员先能蹦过去，然后你是不是落到那个垫子上站稳了？那个是后面的事儿，你先能蹦过去。但是像这个东西是不是倒了就废了？倒了肯定废了呀。是啊，倒了肯定就废了。但是就是说，就是它设计的时候就没有设计平着放的时候。它现在的姿态，对设计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平的，而且你倒的时候你会以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力撞到地面上的，那肯定就坏了。这个东西是不能钣金喷漆的。这个有人问说，是不是可以释放载荷，加个降落伞，然后缓冲包装，像火星车一样？那个飞船的话，你的那个重复使用和这个星舰的这个想法是不一样的。实际上，星舰的它这个你像火星车降落伞什么的，缓冲包这些的，都是说相当于你要做比较多的处理，然后可能还要有一些装置可能就不能再用了，来这个的重复使用，就重复使用率不高。星舰的目前的这种重复使用率，它的这种设计结构重复使用率应该是最高的。但我觉得弄个降落伞下来还是挺好的。我觉得未来载人的时候，它的那个待会儿咱们可以看一下，我给大家讲将来的那个载人，因为有的朋友，我有的观众就问那没有逃逸系统这个事儿，正好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是载人的它那个有成员舱的那一部分可能会装一个降落伞，就是说万一出现了事故，底下那火箭不安全了，我们要启动逃逸系统，然后逃离这个火箭，然后那个降落会用降落伞来降落。这是后来 Splashdown 改为 Soft Splashdown， 这是什么了？对，它是相当于就是软的那个翻起来那个，然后降。什么是仿真发射台？我当时的用词可能也不算太准，仿真的或者是模拟的，应该可能用模拟这个词，就是说弄个假发射台，
他们没有发2台真发2台上有外圈20台发动机点火功能啊什么的，一大堆这些功能。假的那种发射台，模拟发射台可以不用这些，就是说等于模型，就是全尺寸模型。四飞的超重燃料加满了没有？要是加满了，那岂不是这个回不来了？四飞的超重应该基本上加满了吧？我看到最后的镜头加到90%几。90%几啊！有人说没加满。这个第一次，这是我这边的大家喜欢玩的第一次赶上直播，这个应该不是第一次了。这个好吧。请问月球上的国旗照片，美国的会飘动，中国的就直直的，这个是啥回事？这个我说句实话，我不是特别清楚，倒是没什么。我觉得这老谈这个问题，意义不是特别大。咱们实际上就是说，还是相信，就是美国的国旗也是美国的那个登月飞船也已经落月了，然后这个中国的也已经落月了，这个就完了。实际上，再谈那些的话，而且我觉得可能后边就没有那么，就是大家原来去着费劲，所以都搞得很神神秘秘的，很玄学。现在等于就是大家去了以后，可能从明年开始，大家去了就会很频繁了，就没有那么多可去来回说的事儿了。对，所以这个问题要讨论起来没完没了的，咱们就不用讨论了。是。这个有人说我的声音大，你的声音小。我开一下我的麦克风，这样是不是大一点？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对，好吧，我把我增益加大了点不好意思。这个咱们就以国旗的事儿，咱就不研究了。对，超重和星舰都是降落，能捞起来吗？捞肯定能捞起来，但是捞回来的主要的作用不是为了复用，而是为了去分析，对，数据分析。对，其实你看刚才那个，就是他有船在那儿去拍嘛，那个船可能就是等着去捞的，最少是那个等着去捞的大船派来的小艇。是，我记得原来我记得以前还学过这种课文还是什么，就是中国把那个也是发射上去的东西掉海里，然后那个美国人说在旁边也要去捞，然后咱们赶快抢上去捞去。对，我也看过这个，但是可信度是多少？抢肯定会抢，这个各国都会抢，但是也不是像想的那么积极的那种抢，人家还是会给你一点基本的那个什么的。哎，那下次咱是不是马斯克再扔海里的时候，咱也整个船去拖回来？行啊，可以啊，我觉得真是可以这么做。那些就是那些爱国的可以去做一做，那多兴奋啊！对啊，这种东西掉下来，它能够算是属于马斯克的吗？因为反正在公海上嘛。我不太懂国际法这块儿，不了解。对。预测马斯克的计划，要打满常人99.99%的风险系数。首次登月的美宇航员也是因为怀疑星舰永远无法离开地面，而没脸面再出现在公众。这什么意思？我也没看明白。对，老美也在航天领域，也就是在航天领域还有些优势，其他领域都被中国击败了。这个好有信心，我们厉害的国好厉害。对，我们遥遥领先没问题。那能咋办呢？猎鹰是出租车，星舰是公交车，反正星舰肯定比猎鹰大呗，这个确实如此。不过用公交车这个词不是太好。这个现在有一些歧义了哈。对，容易有歧义。是。这个好像是加到90%啊，这是讲的这个燃料。对，我到时候再看看吧。当时我扫了一眼，好像是90几。对，遥遥领先说的好，星舰飞船级应该是常驻轨道的，但是它应该也下来，就是星舰是可以回收的。它是这样，它的设计就是可以回地面的，要不然它要那些翼面舵面都没什么意义。所以的话，实际上未来的星舰，我觉得应该是分几种，
就来回于地球和近地轨道的，这个我们叫穿梭星舰。是，然后有这个常驻轨道的，我嗯们叫做星际星舰，或者说是比方说是星舰油库、星舰游船，这类是常驻轨道的，但是也有穿梭的，肯定的。就是不需要回来的就不需要多面意面，然后那什么隔热瓦什么这些东西就都不用了。对啊，那些就都不用了，就都在那上面就完了，都扔地上就完了。稍微整几个发动机上去，可以调整一下姿态，能够对准了那个东西挂上完事儿。没错。对，展望火星网络，我大中华的地球卫星网络还没有呢，到时候，哎，这个咱就不研究这个了。这个落海好漂亮，是刚才那个落海那过程是真的很漂亮。对，所以我说一定得给大家看看。是快递要买保险了，这个快递现在也有保险，是炸了都寄了，这个是现在，所以中国现在快递就是所有带锂电池或者大型锂电池的这种设备是不允许快递的。对，但是笔记本电脑可以快递，其他的基本上都不允许快递。然后这个炸不炸，实际上就是一个，就是说是你现在还是早期炸的概率高，以后的话会越来越低。就像最早的飞机越来越成熟。对，最早的飞机也老衰，现在的飞机基本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对吧？是。您的包裹因为这个意外脱离星舰，正向太阳方向飞去，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啊。不太可能。我为什么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太可能呢？因为你想向太阳飞去，你不会向太阳飞。你速度没达到，你想到像太阳这一块飞的话，大概得达到11.2公里，星舰大概最多也就能给你达到7.9、8公里，所以没事儿，我没有这个担心。我没有这担心，它最终还是会落回地球的，会烧掉的。对，还会这以后这个什么，咱比如说各种生鲜电商或者冰鲜电商，咱就可以直接挂在近地轨道上。哎，你这儿需要这个冷冻牛肉，直接从上头呱扔一下下来。我觉得可以，这比扔原子弹从上面扔原子弹要好多了。是，骨架啊，跟骨架刚才我们解释了，跟它骨架关系不大啊。嘉宾声音太小，这个刚才我们解决了，就是你这个。你还是整一个这个啊，这个等你下次回来的时候去买一个这个，行，或者我要去哪儿，我给你背一个过去。对，你要来的话，帮我背一个，然后那个什么，要不然的话你给我推荐一下，我回国的时候。你在新加坡这东西贵吗？应该一样的价格吧？很贵，大概2倍到3倍吧。就直接买同样品牌、同样型号的东西，2倍3倍的价格。对，贵很多，贵很多。那个我没注意大疆这个，大概反正我到时候再看那个，反正肯定是非常贵，我还不如去泰国买呢。去泰国都会，因为他们在日本看这种东西价格是一样的，就是中国跟日本之间是一样的。新加坡它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有可能。反正新加坡的东西真是普遍贵。好吧。OK。继续啊，马斯克的 Starship 能入境吗？这个肯定是不能入境啊。那个外太空是大家都可以用的，你中国的这些卫星什么的，不也得飞到其他的国家的，不叫领空，其他国家的上空。所以的话，100公里以上还是几十公里以上，我不知道这个，我不太懂这个国际法的具体数值，但是我知道，高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不再属于你的那个主权范围了。你就像当时那个气球，美国那气球，对吧？23年年初的那个3万米，那还算，但是你要是5万、8万，算不算我不知道，但是100公里以上肯定不算。当时都是几百吨重的火箭，老马直接就说要送1万吨的上天，这个。1万吨，我估计也得送几回呢。现在不是才5000吨、4000多吨吗？对吧？是。
一龙刚刚说，这个特斯拉股东有购买 SpaceX 和其他公司的优先权，如果上市的话。对这个，因为我周五直播的时候其实讲过这个问题，就是按照现在这个法律来说，马斯克其实是稍微有点违法的，就是他规定上市公司的 CEO 是不可以兼职的，但是呢，他等于特斯拉是上市公司嘛，他是特斯拉的上市公司的 CEO， 然后他同时还在做 SpaceX、Twitter， 然后做这个其他的什么 XAI 和什么这样的东西，那么这个所以特斯拉的股东就是说，你应该是那个，就是这些都是你等于在职期间的发明，然后都应该属于我。所以现在他这个事儿有一些争议，他这儿至少按照特拉华州的法律来说，他这个事儿是有争议的。好吧，好吧。对，有没有可能第一级33台发动机有一台没启动，是在做冗余测试？肯定不可能。现在没那个精力去做这个测试。对，但他设计的时候会有冗余设计，但是测试应该不会去做。对，现在还不是做这个测试的时候。中国国内有没有反制技术？为什么要反制呢？好奇怪。就是我觉得我们追赶就好了。而且你像这个马一龙这个，对吧？站在红旗下发言的那个过程，看着也是很爽的。对，我不想评论这一点。对，我们现在反正我们在追赶吧，就是我们也在很努力的追赶这个东西，但是到底能追成什么样呢？还要看啊，还要看。这个如果每次回来，都要检查和更换隔热瓦，那成本是不是相当大？是这样，防热瓦的话，每次肯定是要检查换新的吧，它肯定。但是换新的是不一定的，因为本身星舰这次选的这个 Tuftrock 就是希望它不要更换，就它也是可以多次重复使用的。是因为我刚才说了，它不是烧蚀的。我刚才介绍的时候，我说有两种，一种是烧蚀，这个 Tuftrock 是不是烧蚀的？它是靠硬扛的。烧蚀的是要更换，硬扛的是理论上讲是不应该更换的。OK， 了解。像斜塔那样，这个没看懂在说什么。能不能讲讲低温在轨燃料技术的难点？这个 SpaceX 如期实现这一功能的可能性有多大？其他已经掌握常温燃料技术的国家或者是组织实现低温燃料转移的难度大不大？说这个不好意思，这个我不是这方面的这个专业的，所以我的确不太清楚。就是说这个低温，因为你这还是第一是低温，第二呢还是这个在轨，所以的话，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只能是说，现在能掌握常温在轨的是美国和中国，就是这两个国家。然后呢，现在掌握就是说推进剂低温转移的只有美国的 SpaceX， 我只能说到这儿。它现在还没转移过吧？它转移了，三飞的时候转移了。转移了啊。对，三飞的时候转移了。这个东西是不是到轨道上就都是低温了？轨道上本身温度就很低吧？它是这样，轨道上如果你没受到太阳的直射的话，大概是零下100多度；如果你受到太阳直射的时候，可能是零上100多度。所以的话，你得采取一些措施，对，你得采取一些措施遮挡太阳的措施。是，月球上没有风，肯定不会飘啊，这个我们就不研究这个问题了。总是那么务实，对，这个我总是看到这个钱的问题啊。超重和星舰落海里，为什么不在最后时刻引爆它？你现在很安全，没必要去引爆它，而且留下这些东西可以拿数据啊，可以拖回来啊。对，可以拿数据啊。所以这个现在的这是属于受控的，它不是。如果要是说你比方说出了故障，这个时候我的那个有安全系统会起爆把它炸掉。是。但是如果你现在的话，你完全都是在计划内的这种，都是按照预计的，那完全没必要引爆的。对。它其实就是你害怕，它还是怕掉地上嘛，怕比如掉到人口稠密区啊，怕这玩意儿。对，或者就是说，就算你是落到海里，你不知道那个海域会不会有船，
所以你要把它炸掉。但是你现在我就是计划落在这个区域，这区域我都画好了，就像咱们以前那80年代那时候，不是还说我们进行洲际弹道导弹测试，然后落哪个区域画一个，告诉你一个点，包括现在军演不也是吗？你不要进入那个区域内，对吧？对，这一样。画一圈啊，了解。对，那它掉下来是往下沉呢，还是说它里头会搁个像救生圈或者吹个气球玩意儿？我觉得它不用，它是密封的。那个东西如果它只要不是不破损的话，它掉到海面上就应该本身就飘着的，它肯定是飘着的，它等于大空罐子，它是大空罐子呀。对，燃料都烧掉了。对呀，它是大空罐子呀，它肯定是飘着呢。这东西它会那么密封吗？它是要气密的，比水密应该更强嘛。要求高的对，它要飞上去，对。它是气密的，应该是都掉在公海的。你想想，海岸线12海里之外就算公海了，是的。这个他现在应该还不敢让它离得太近。要登月的话，马斯克应该是要建月球 Starlink 的。这个月球需要几颗呢？月球要登月的话，将来肯定会在月球上建类似 Starlink 这样的东西。是这样，我没算过，但是在地球上，如果要是我只是想覆盖某一个区域，可能24小时不间断，然后不太考虑那种大流量的话，4到6颗就已经足够了。月球上应该更少。为什么在烧蚀阶段的等离子屏蔽出现时，信号还能够传输？这个我记得应该是上面咱们讲过有一次。对，老范说吧，那我也没，它就是在这个等离子屏蔽的时候，它在另外一面它是有天线指着 Starlink 的。对吧？也算是一个创举吧。国内还是挣钱优先，基础科学方面还是很欠缺的。不知道他们这方面相关机制的优点，我们能不能多学习，而少些负面的东西？哎呀，其实我觉得这样，就是马斯克做 SpaceX 呢，其实也是一个应用方面，它离基础科学研究还是有点距离的。所以马斯克呢，你认为他是个工程师或者超级工程师，这没毛病。但是你说他是这种开创性科学家呢，还是稍微有点差距。这就是他前一段时间跟杨乐川吵来吵去的，对吧？这就是工程师跟科学家之间经常发生的矛盾。对，没错，马斯克就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对，他是个这怎么说呢？就是说站位比较高的，属于那种总体级的、总师级的。对，总师呢，就是所有工程上的事情呢，都是这样，就是我们不会去，包括你也是工程师，因为我当时学的时候，上大学人家讲说我们现在这个学校不培养科学家，我们只培养工程师。然后包括我整个工作这么多年都是工程师思维，所以工程师思维我们是不会去做这种不可知的事情，或者说这个事情完全不可预期，这个叫做成本也完全无法估算，这种事情我们不会去做的。我们做的都是说这个结果是可预期的，这个事儿才会去干的，就是可控，一个干那种闭环可控，就干这种事儿。对，是。这个是预测下中国的可回收火箭，咱们现在有可以回收的吧？现在还没有，现在还是在做蚂蚱跳嘛。不过应该我估计几年之内吧，大概应该也快了。这几年之内应该就可以，就是说大家实际上是这样啊，就是说咱们现在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就稍微要想细一点，就是回收是回收，复用是复用，肯定是先回收。然后收完了以后，可能你虽然落回来了，然后看着还肢体完整，但是可能已经不能复用了。所以就是说，大概要走2步走，对吧？对，就是说回收可能在我估计2、3年内有可能就能够实现，复用可能要远一点。对。有人在问大疆跟猛犸哪个好用啊？这个我说一下。大疆最大的好处是配合大疆的相机可以进行自动的控制和启停，这个很好用，猛犸是搞不定的，对吧？其他的其实相差没有那么大。那对我来讲，可能还是用猛犸更好，我又没有大疆相机，到时候再说。你会买的？
不会买。好吧，你到时候私下底下再告诉我，就要买大疆的买哪个，是，我找我哥们儿去拿去。然后国际航空联合会以100公里高度作为地球大气层与外层空间的分界，称为卡门线啊。美国空军与美国国家航天局对于外太空的定义是海拔80公里，也就是50英里。由于尚未产生出获得各界共识的定义，使得这个定义目前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啊。从维基百科，就是刚才咱们讲说这事不知道，是吧？就有人帮咱查。好吧，好吧，谢谢，非常感谢。谢，对，谢谢。国家主导太空科技还是成果斐然，能不能再成功组织一次光刻机芯片生产周期的物理和化学材料方面的产业？这种事情怎么说呢？就是不是不能干啊，都能干，就是真的是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但是你要核算成本，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吧？你不是说这个做不出来。你比如我真的攻关10年、20年，然后呢，这个用几十倍的成本，然后把它做出来，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能搞的。但是不划算嘛。对，然后你看国家主导，现在我觉得最典型的就是这个 ULA。就是这个联合发射联盟发射这个波音 Starliner 飞船，这就是国家主导的一个特典型的例证嘛。是 SpaceX 就是特典型的一个商业化嘛。当然 ，SpaceX 的商业化其实它的前期是站在国家主导的这个上面的。但是你刚刚过了，我觉得国家主导可能是你蹒跚起步的时候，等到你真正可以走路的时候，你想让它走得更快更好，还得商业。靠商业，对，是的。硬着陆是不是不在重点？测试重点应该是筷子。硬着陆现在都已经软着陆了，都已经不是硬着陆了。所以的话，测试重点下面的肯定是筷子，但是就是说，之争就是5飞软着陆，然后6飞筷子，还是说是5飞就筷子？5飞就筷子，对，是，这个。这种事儿就没法说。我看互联网公司老板，他像马斯克，其实基本上相当于互联网公司老板。对，我以前就经历过这种事情，就是我在猎豹的时候，我们老板就跟我们讲说，这个滑雪上黑道不需要训练，对吧？然后他就把大量的公司高管都拉去滑雪上黑道，没有经过任何培训和训练，也没滑过雪的人就上去了。上去了以后呢，大概只摔伤了2个人，就是最后是拄着拐回来的。然后剩下的人呢都觉得还可以。就是从总的成本上来说呢，其实还是划算的。对，但是就是说有这么一点啊，就是说你比方说像你说的这个的老板带着去滑雪，然后上黑道，然后摔了的话，那公司得让他休息，在家休息，然后你不能算人家旷工，不能算那什么，你这些，你马斯克这也一样，你这么干，拄着拐来上班了，人家就是你这么干，拄了100天的拐吧，拄着拐来上班。对，你这么干，你承担后果，你是这个后果的主要承担方，你能做到这点，那就没事儿，对吧？对，这个是星舰本体和1级都回收了，本体烧毁的金翼已经展示了啊，这个他也给人看了。马斯克在发射前的采访中也预计了金翼可能被烧毁的担心。另外，马斯克今天发推。这一次1级表现得很好，下一次1级将落在筷子塔上。对，这就是这个马斯克的牛已经吹出去了。我还没看那个，没时间看呢，但是我听到这消息了。是，换一个说法，中国离猎鹰还有很远的距离，离星舰的距离可能就更远了。那么中国的航天未来出路在什么方向？这个怎么说呀？就是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没有人做过的时候，你要想第一次做出来是很难的。当有人做过了，然后还把大量的东西公开给你看，然后整个现场直播了以后，这个你不是说就能超会，但是呢，至少方向是明确的。对于我觉得中国人就是整个的中华民族吧，就算是工程师民族，就是我们最喜欢干这种叫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事情，然后工匠精神干得特别好。当马斯克演示了这个东西以后的话，我们一定会追得比他快，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但是我觉得中国航天的未来出路应该还是国际合作，不是说
关起门来自己玩耍。特别是你看，今天我们也展望了说要再去火星，要再去这个东西，然后甚至是拿火箭去发国际快递，这个都是在地球村的基础上，而不是说大家关起门来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对吧？对，是这意思。包括你像什么国际商业空间站，这些都是大家一起来玩，都是大家一块玩，然后互相来把这个东西给它建设起来。你要是没有这些东西，那你马斯克那些星舰存在有什么意义啊？也慢慢就意义就小多了，对吧？就得一起玩，大家一起来挣这个钱，来玩嗨了。因为你要离开地球的话，你地球上自己还打来打去呢。今天我跟你不对付了，明天我看你怎么样了，这事，那你离开地球干嘛呀？先打明白了再出去不行吗？对 ，Starship 的助推器目前都沉到海里了吧？还是那句话，它应该能飘着，能捞出来。它的密度应该肯定比水轻。是。等离子屏障，感觉好像是加了金属外壳，信号很弱，但是它其实是有一面有，另外一面没有。对。这个还可以落在船上的平台，但是筷子应该是没法上传的吧？筷子现在来讲是没上传，你要不然你得专门去设计一个船，你得对它的这个稳定度要求会比普通的落船要高得多。对，你说那个船上还飘来飘去呢，我筷子咋夹住你？对，所以落船还是，如果船上降筷子，难度会更大一些。是。黑障不黑，里面真的好漂亮啊。SpaceX 的提供地球到太空的快递服务，有可能成为像 GPS 一样的全球基础设施嘛？这个 GPS 我觉得你还可以中国、欧洲、俄罗斯、美国一人搞一套，但是这种东西真没必要一人搞一套，我觉得。如果要是这意思啊，你比方说，如果要是西方和美国都用了这套，那等于它这个就建在这儿，你非要自己建可以，然后那你再花那些钱吧，我觉得是。然后你的用户能有谁？这才是最关键。那些非洲国家、拉美国家有多少太空需求？是，因为这个马斯克其实现在一直在喊着说他要去火星嘛。这个在马斯克喊去火星之前的话，其实更多的这种东西是小行星采矿，就是大家一般想去那儿。那你没准比如说小行星采矿，我们就可以把各种冶炼呀，或者很多这样的东西就都扔在近地轨道上，然后最后我们就从上头往下扔钢锭就完了，或者扔金锭。炼好的金锭扔钻石锭，去天王星这个开采钻石去，太远了，小行星带还近点。Starship，将来是不是会装太阳能电池板才可以？那个我觉得应该是到太空站以后再说的事了吧。它是这样的，将来穿梭飞船肯定是基本上不用太阳能电池板。对。然后如果要是做星际飞船，那恐怕是要装的，就包括去月球的飞船，包括去火星的飞船，这些是恐怕要装的。然后包括长期留轨的飞船也是要装的。是。所以以后这个国际商业空间站应该是一个类似于大工厂，就是它有大量东西可以上去拼去。我觉得咱们更一个 shopping mall， 好吧。就然后一大堆各个商家入驻，各个商家入驻，然后咱们再去的时候，我那时候说去的时候就等于去逛商场，集什么住宿、餐饮、美食什么的，全都在那儿干，挺好。对，大疆已经上珠峰了，可以协助物资运输和这个救援协助了啊，就是无人机上去了是吧？对，这个还没看到相关报道。那就飞行高度可以到10000米了呗。对。说光刻机是成本问题，是不是有点信口开河？其实真不是，就是你从工程师的角度上来说呢，你这个里头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是技术上无法攻克的东西了。就是既然人家能做出来，对吧？咱们肯定也还是能做出来，只是多费劲而已。
你就跟以前大炼钢铁，你最后说虽然炼出来的不是好钢吧，但是它也是铁吧？大炼钢铁。对啊，筷子的难度有多大？筷子难度实际上是这个意思，你不能够单看它那个结构，就是说那根筷子做起来不难，一点都不难。关键是这套系统，而且关键的实际上最主要实际上集中在飞船的飞控系统上。对，你是要匹配起来，那才是最难的。所以筷子难在软件上这一块，应该是相当难的。是，哎，现在猎鹰9烙回来，它是能烙在那靶心上呢，还是说有一大块平地爱烙哪儿烙哪儿都可以呢？他画一个圈儿，那个圈儿大概直径10几米吧，我估计能落那圈里。那你比如用筷子的话，是不是在10几米的圈里头也就都可以了？用筷子的精度可能要更高一些，可能要到几米这样的精度。是。现在据说美国军方无人机消费的军用卫星带宽很大，美国军方会不会租用 Starlink 网络来操纵军用无人机来降低成本啊？或者他已经在这样做了 ？SpaceX 有专门的星盾啊，星盾用的就是Starlink 的这个卫星平台，等于你往上放军用设备就可以了。我那个平台是通用的。等于就是美军拿一块说来把这块给我放上去，然后插好。对，然后呢，相当于就是说，实际上星链卫星2.0，星链2.0，咱们可以把它理解成2部分，一部分是一个平台，相当于就是一小卡车底盘，然后还有一部分是载荷。你要是放，比方说专门做咱们，所以说让星链的那些东西，那些通讯设备，那都是载荷，把那载荷搁上去，它就是星链。你把它想搁美国的那个军方的东西，那就是星盾。就一个卡车。对，给个老范的链接什么意思？这个叫老范讲故事啊，自己去搜。你看有你的观众想到我这边来瞅瞅呢。对，就是你去搜索老范讲故事啊，就能找着我。如果采矿，钻石、黄金应该没意义了。钻石我觉得现在可能真的是论斤腰了啊，在国内，就是河南那边产的人造钻石，但是黄金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业原料，就是它有它的特性吧。大炼钢铁是用本是成品的东西变成铁渣啊，这个，但是反正就是让大家折腾一下吧，大家也都开心嘛。那个我们我姥爷家当时的那些家里的那些画儿，那个都是那种铁画，结果在大炼钢铁的时候都被就是那些人冲进家里头，把那个画给摘下来，把那个铁上面的那些东西都抠下去，那不浪费死了。对啊，就是把成品的东西炼成铁渣，这个是不同的铁还是不同的铁，不能说是一样的铁啊。没有这个，算了，这个大炼钢铁吧，我们还是努力练吧，甭管现在是练光刻机、练芯片还是练大模型。但是我感觉这个大炼钢铁这个练大模型这个效果还可以啊。那个练大模型倒真是可能，因为模式是一样的，都是一个迭代，最多可能只是你的那个信息源稍微差一点，你要迭代的再那什么狠一点而已。对。EUV 可能还真不只是成本问题，即使是纯工程问题，现代的工程技术的这个事情我觉得你没做出来之前呢，你都可以质疑它做不出来，但是呢，你要相信，当你真的不惜工本的时候，你还是会见到很多奇迹的。你现在让你重造个金字塔，估计都费劲，因为不划算啊，对吧？高制程光刻机就是目前中国技术良品率不高，人家一片5块啊，您一片这个500，根本没有竞争力。你都要这个大炼钢铁了，你还要算成本干嘛呀？咱们就研究有没有就完了。你像咱们第一颗发的东方红卫星上去了以后，实际上也就是在那儿放个歌嘛，对吧？其他啥也不干，你说那玩意儿成本有多高？
没有任何具体功能，对吧？这个现在国内大建算力中心和大炼钢铁何其相似啊！这个建吧，那咋办呢？咱们今天聊点高兴的，别老大炼钢铁。是，好。这个目前社会的精英基本都是有家族传承的，基本都是上百年家族识字史历史。其实这个特别好玩啊，因为我昨天还在跟我老婆在研究这个问题。说在北京现在高考，因为我儿子刚参加完物理考试回来嘛，下午去考化学，就是现在北京参加高考的学生里头，大概叫第一代大学生基本上是没有的，啊，或者比较少。然后呢，你在外地或者说在这个其他地方，你可能是会有这种叫家里是第一代大学生，对吧？这个会比较多，或者比例会比较高吧。这个，但是你说真的是多少代的这个精英呢？真不好说。这个就有点要求太高了，对吧？因为像我们也知道很多的这种创始人，你比如说像马化腾，肯定是家里是家里他爹就很厉害，马云我忘了他家里是干嘛的了。但是大部分的这些人也是有很多从农村出来的，家里是第一代大学生的也是挺多的。对，核能火箭什么时候能实现？现在是这样啊，核能火箭首先就解释一下，我觉得现在如果就是从地面发射一直到近地轨道的这个核动力火箭，可能要很长时间还比较长，还是安全性什么的。但现在咱们谈到的核动力火箭，基本上都是在出发点就是在这个外太空，从外太空出发，比方说去月球去那个火星，大概是这样的。这个可能在3-5年左右。或者按 NASA 的计划，原来是30年就要搞出来，现在可能推迟一下，大概到3-5年，差不多是这样。是。如果星舰有载荷的话，会不会影响回收呢？根据它的设计，应该是不会的。但是有可能会对它的整个的有了载荷以后，可能会对它的飞行的控制参数有影响。然后到时候他们得重新调。所以的话，我开始说，我刚才给那个未来的计划里会，比方说6飞7飞先带模拟载荷上去，然后的话，主要是为了不要就是说出了问题，到时候损失卫星嘛，主要实际上是从这个角度考虑。是。好。我看也不少问题了，咱们现在也快2小时了，今天咱们是不是差不多先到这里？行，还有点什么别的想聊的？如果没有，咱们要不然就到这儿吧。对，核能火箭不太行啊，这个我觉得咱们不用太着急。现在马斯克其实基本上发力呢，也就是发力从地上发上去这一段，再往后的东西呢，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投入和研究，可能在这一块上。真的，比如说怎么建太空站，怎么从太空站再往起飞，然后核能火箭什么这些呢？现在 SpaceX 应该并没有全面领先。我觉得他现在根本就没把目标放在那儿。没动。他现在对你，比方说像那个现在等于在太空怎么玩的，就是 NASA 倡导的这个国际商业空间站。然后这里面加盟的公司就很多了 ，SpaceX 也加进去了，然后这个蓝色起源也加进去了，然后还有好多洛克希德马丁、什么诺斯罗普格鲁曼，还有好多公司，包括那些你比方说就刚才我说的这个充气舱的这个公司，我记不住它什么名了，它就是目标就是太空旅馆。到时候我就打一堆上去，你国际空间站建成了，我就打一堆这个充气舱上去，然后就一个一个房间，就是一个太空的这个旅馆。那个人家那个对，等他们建好了以后，咱们上拼多多模式，然后找这个廉价的上去。然后咱们对啊，这样就是说，等于就是说，人家等于相当于给你开发出真的是开发出一个新的玩来，新的一个。领域，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到那个玩，就跟咱们这个玩出一个新平台，实际上也差不多。对，想的是差不多的。对，这个还有人问太空电梯有戏没？就像这个什么《流浪地球》上玩那种东西。太空电梯最重要的是材料问题，就是说你建成这个电梯之后的，因为你想啊，它那个电梯实际上是从
36000公里的轨道的就地球同步轨道的高度有一个空间站，就有一个节点在那儿吧。然后呢，它要有2根绳子，一根绳子是从这36000公里一直垂到地面，一根公里是从这36000公里再向离地球更远的地方，多远的话，到时候咱们可以具体算，不同的距离，对那个配重，比方说10万公里，然后呢挂一个配重，然后你来算，咱们不说那10万公里那个都不说了，咱们就说这个垂到地球上这个36000公里这根线，它自重有多少？现在所有的地球上所有的材料，就只凭自重就能够把自己给拉断了。就只凭它的自重的，对，你还搞不定，即使是最先进的那个纳米材料也不行。是还要好，还要得突破。是大建算力中心之前，大建数据中心，我之前还参观过动漫计算中心，看得我哭笑不得，只能连声说太先进了。这个其实还好了，有很多，因为我记得当时在江浙沪一带，他们建了好多那种叫 render farmer， 就是专门做渲染的中心，这个都有人去建。老范，打断一下，我这儿有个朋友在这块儿，就是让我给个什么老范频道的链接，实际上叫老范讲故事。对，搜索就完了。对，搜索一下，在油管上搜索就能搜出来了。对，这个核能火箭，我觉得咱们也差不多了，快12点了，我这个也得吃了饭。是，我也得去吃饭了。对，你这个说你延迟很大，声音是对的，但是画面经常延迟。可能我这儿还是没调好。我最近好像是我这路由器到时候也得换了，到时候看来得我9月份回国。回来大采购。9月份回国，到时候那个什么买一批东西吧。是，这个碳纳米管。好了，我们差不多到这儿了啊。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就不跟大家继续去聊下去了。大家端午节快乐！哦，对，端午节了，端午节快乐！对，端午节希望这个等下一次这个星舰真的5飞6飞的时候，我们再一起跟大家分享星舰的新成就。再见，拜拜。结束。